你根本想不到，美國政府曾经資助過一個非常瘋狂的項目，利用連續引爆核彈的衝擊力，把飛船給炸飛。你沒聽錯，是炸飛。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項目早期的驗證原型機。注意看飛行器的尾部，每一個小黑點都是一枚炸彈。那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引爆核彈炸飛飛船，這載人的話不就分分鐘去世了？沒錯，這是正常想法。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有那麼一些可能性了。核彈在地球上爆炸，人在旁邊肯定分分鐘去世，但是對地球来說，這連挠癢癢都算不上。沒錯，炸人跟炸地球不是一個概念。那這就好辦了。如果說飛船本體做得很大很重，然後用小型核彈，衝擊力不就減弱了嗎？再在飛船尾部加上減震緩衝的裝置，那核彈爆炸的瞬間衝擊力就可以轉化成非常平緩的加速度。是不是有那麼點意思了？這項任務的首席科学家預想的是把飛船做到1萬噸，差不多就是馬斯克星艦那麼大，甚至他還說要把理髮店那種座椅給安裝到飛船上。老式理髮店那種椅子你也知道是非常舒服的，但是非常重，這就說明這種飛船的設計不需要考慮到急劇的減重，因為核爆的效率要遠遠大於化學燃料。而這個項目從出現的時候就有了一個非常恢宏的計劃，送150个人上月球，125天往返火星，之後再計劃去土星。而這一系列任務是打算和阿波羅計劃在同期完成，也就是說，阿波羅計劃送完12個人上月球之後，這個項目就已經從土星回來了，而且花費的資金是和阿波羅項目差不多的。聽到這裡是不是非常興奮了？但很遺憾，這個項目我們最終沒有看到，但它沒有實現的原因始終都不是因為技術原因。那具體發生了什麼？大家好，我是1號，這期我們就來深扒一下獵戶座計劃。我相信很多同學跟我一樣都思考過這麼個問題，那既然核反應的能量密度這麼高，為什麼沒有核動力的火箭呢？既然我們能想到，那科學家肯定也早想到了。這我們就要回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那天了。1945年7月16日，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當奧本海默還在心中默念"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毀滅者"這句話的時候，波蘭數學家塔尼斯瓦夫·烏拉姆的心中湧現了一個正常人不太敢想的念頭。那既然原子彈威力這麼大，能不能用這種能量進入太空，去到其他星球上呢？就跟凡爾納想象的差不多，用大炮把裝在子彈裡的人射到月球上。要知道，當時還沒有任何人造物被送入太空，但跟凡爾納不一樣的是，烏拉姆是真正的核能科學家，是真能去計算這個事兒。雖然在這個時間點，火箭的研究算是走上正軌了，但對比核彈的這個能量密度化學燃料顯然還是不夠看的。因此，核動力這個事兒，在很多研究核反應的科學家眼裡是非常非常有潛力的。我們可以簡單算一下，如果有錯誤的地方，也感謝更專業的同學指出來。目前公認比衝最高的量產火箭發動機就是 NASA 用在航天飛機上那個分級燃燒循環 RS-25， 比衝大概在450秒。那比衝是衡量火箭發動機的一個重要指標，意思很簡單，就是消耗1公斤燃料產生1公斤的推力能維持的時間。那這個數字肯定是越大越好，就表示它越高效嘛。那 RS-25 用的燃料是液氢，氢的燃燒能量密度大概是142兆焦耳每千克，對應最好的比冲是450秒。我們再來看核反應，鈾裂變的能量密度約為 7.8 乘以10的7次方兆焦耳每千克，理論比冲是130萬秒，能量密度差了50多萬倍，比冲差了約3000倍。那如果是聚變反應，這個最大理論比冲還要翻倍，220萬秒左右。顯然，化學燃料跟核反應在能量利用率上不是一個量級，而且 RS-25 已經是非常高效的化學能火箭了。所以這裡面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現象。大家都知道馬斯克的星艦很大，豎起來跟一棟樓差不多，那高度123米，直徑9米，起飛重量差不多是5000噸。那你看它的有效載荷大概是150噸左右，那具體載荷也要去看具體任務。那換算下來的有效載荷差不多就是 3%， 非常低。一棟樓一樣的飛船最終拉的貨物跟超載半掛拉的東西差不多。那烏拉姆幻想的火箭呢，有效載荷可以去到最高 60%。那這還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速度，因為它的能量效率夠高，所以可以一直加速。如果沒有其他限制，使用氢彈最大巡航速度可以做到 0.1 倍光速。如果不考慮加減速，去到半人馬座阿爾法星差不多就是42年。如果考慮加減速，把這個加減速設計到地球的重力加速度，那去掉 0.1 倍的光速上限，理論上38年就能到。還有一點大家別忘了，之前我們聊過，人是沒辦法分清加速度跟重力的。那如果在這樣一個擁有地球重力加速度的飛船上生活，是跟在地球上生活沒啥區別的，那人類是不是就不用一直待在太陽系內了？所以從數學上來看，核能推进器的潛力是巨大的。因此曼哈顿計劃成功之後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就多了很多研究核火箭的分支。當時核火箭的研究路線大致可以分為2個门派一個就是乌拉姆这種激进派，外部核爆没有限制，就是開頭視頻中那種炸彈把飛船炸飛。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保守派，把核反應堆做到發動機內部。我們先來看保守派這邊，核熱火箭。之前我們聊過火箭的原理無非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先讓燃料小燒一下，吹渦輪，涡輪再加速泵出燃料和氧氣，達到總體提高推進劑流量的效果。那如果把化學燃料火箭比作是燒水壺的話，它燒水的燃料就是鍋裡的水，而核熱火箭則不同，鍋裡的水就是鍋裡的水，燃料換成了核反應堆，通過在密閉空間內直接加熱推進劑，然後通過噴管噴出，沒有了傳統化學火箭點燃這個過程。起初科學家認為這種設計可以降低能量損耗，因為你預燃吹渦輪的過程本身就是消耗化學燃料的，化學燃料的能量密度本來就不高，但是如果把這個環節替換成了更高效的核反應，那不就是間接提高火箭的比冲性能了嗎？沒錯，原理上確實更高效，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核熱火箭的理論比冲最大不超過1500秒，能量密度差了幾十萬倍，比冲也就多了幾倍嘛。沒錯，這是因為核熱火箭的性能受到了材料限制前面不是說了嗎？核反應是在密閉空間內進行的，這就得控制核反應的溫度要低於密閉材料的熔點，上限是3000開爾文，那實際上肯定要低於這個值，只有2000多開爾文。所以核熱火箭的上限不在於核反應，而是材料是真的扛不住。那隨着曼哈顿計劃的結束所有核熱火箭的項目最終都匯聚到了這個 NERVA 項目上。NERVA 最終的方案是採用固體堆芯，就是把核燃料包裹在固體的碳化物或石墨中，這是當時最容易控制的方法。最容易控制，穩定，那代表什麼呢？對，性能又被限制了。最終設計出來的火箭理論比冲只有900秒，實際上測試中的最好成績是 KVB4 的825秒，又是進一步縮水了。那這個成績顯然是沒有那麼驚豔了，你費那麼大勁，最終得到的成績也僅僅是提高了化學火箭2到3倍的水平。那可能有同學要說了，那這也確確實實是性能更好了呀。但你要知道的是，核热火箭跟化學火箭不一樣，化学火箭上了天之後爆了，頂多是大家一起看煙花，但是核热火箭那是要把反应堆送上天。NERVA 項目科學家模擬顯示如果火箭在10公里高空爆炸，核輻射可以覆蓋幾十公里的區域，雖然這個輻射劑量不會太高，但核反應堆總歸是會從天上掉下來。如果堆芯被人碰到了，只需要幾十秒就能殺死一個成年人。雖然這個項目也考慮過自爆的安全設計，但辦法依然是把核燃料均勻釋放到環境中，那想想還是非常膈應的。所以核熱火箭的項目隨着人們越來越談核色變，預算在1972年就全面終止了，總共投入經費超過14億美元，2萬個工作崗位，最終核熱火箭其實是一次也沒飛起來過，那也算是很可惜的項目了。但相比激进派那邊，保守派的核热火箭其實已經走得夠遠了。那另外一條路線呢，就是激進派，外部核爆核脈冲火箭。核脈冲火箭的原理十分簡單，就是往屁股後面扔核彈。那簡化版呢，就是我們視頻開頭看到的這個驗證模型。當然這個不是核彈，只是普通的炸彈，但是這個模型給了研究人員很大的信心這是真的能飛起來。設計在前面我們也簡单講了，連續扔核彈，後面有個帶緩衝的推板，這樣核彈爆炸壓縮推板，緩衝裝置再把連續的衝擊力減速成平緩的加速度。核脈冲火箭的最大優勢就是沒有限制，它不會限制核反應，威力越大效率越高。但這種設計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限制，
因為核爆不光會產生衝擊力啊，衝擊力雖然可以用重量和減震來彌補，但是另外一個東西就不太好辦了，這個就是熱量。核爆會產生高速膨脹且溫度極高的等離子體雲，瞬間溫度可以超過上百萬甚至上千萬攝氏度。這個溫度足夠融化掉任何材料，但其實也沒有那麼恐怖，這個時間非常短，只有大約 0.1 毫秒，材料還是能扛得住的。後面有個實驗我們還會講到，雖然熱量是來不及傳導和融化推板的，但是你要知道核爆它是連續的，因此推板如果硬扛，長期下來還是會有烧蚀損耗的情況。這就跟我們抓熱的東西一樣，稍微碰一下沒事，但如果一直碰，誰也受不了。所以推板的烧蚀問題会讓核彈設計稍微有一些限制，需要控制等離子體的撞擊速度在100公里到200公里每秒之間，再快就会有加速損耗推板的風險。那我們稍微加一點前提條件，如果核爆之後爆炸碎片撞擊推板的量可以控制在 10% 到 50%， 那這種設計的理論比重可以在3000到10000秒之間，差不多是化学火箭的10到30倍，那其實已經比核热火箭有充足的想象空间了。不過這還不是极限，如果能減少推板的損耗，讓推板不用硬扛等離子體的撞擊，是不是就能提高這套系統的性能上限？沒錯，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想到了一種設計，是不是可以用磁場接住爆炸呢？原理很簡單，就是在推板表面設計一個平行的磁場，這樣爆炸產生的等離子體膨脹過來的時候它會先推壓磁感線。因為等離子體本身就是導體，這會讓推板表面磁場瞬間增強，形成一個磁電。這個磁電在被擠壓的時候它又會反彈等離子體雲，這樣爆炸產生的等離子體就不會直接撞擊推板表面，而是壓縮推板表面的磁感線。這樣的設計就避免了推板硬扛等離子體的撞擊，可以有效減少燒蝕問題。沒有材料損耗了，就可以用當量更高的核彈，並將等離子體的撞擊速度提升到極致。那這種磁屏蔽的推板設計可以實現最高理論比重超過100萬秒，將核脈冲火箭的性能直接提升2個數量級，那也直接將人類恆星系統之間的航行成為理論可能。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們先不討論這些東西究竟能不能實現，但理論層面是可以這麼設計的。當時我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渾身都是起雞皮疙瘩的，因為這就是人類目前為止設計最猛且最接近現實的推进器了，要比阿凡達裡面的企業號現實的多。那理論咱們聊完了，現實中這個項目可謂是一波三折，一身本領無處發揮，那吃着百家飯最終還是餓死了。1946年烏拉姆首次提出了核脈冲火箭的想法，不過呢，最初的想法是內部核爆，那這個時候也僅僅是個想法，因為當時美蘇局勢還是比較緊張的，烏拉姆的研究重點還是放在了氢彈上。1947年烏拉姆並沒有忘記這件事，他和李恩斯做了初步計算，從物理學和工程學角度來說，這種設計應該是可行的，只要控制好爆炸和頻率，飛船的材料應該是可以扛得住的，比重可以達到2000到10000秒，甚至更高。但是他們也面臨了一些難題，就是如何将核爆的瞬间衝擊力轉化成平穩的推力，而且他們還缺少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數據支撐，以及一個重要的工具還沒有到。1952年，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迎來了革命性的研究机器——計算機。科學家終於可以用計算機進行一些更加複雜的數學計算和模擬。核脈冲火箭的其他更複雜運算也終於可以用計算機來模擬計算了。從這裡開始，烏拉姆的想法已經是可以搬到桌子上了，大家一起討論討論了。1955年，烏拉姆和數學家科尼利厄斯·埃弗里特共同發表了 LAMS 1955秘密報告，名為《關於通過外部核爆炸推進彈射物的方法》。在這份報告中，烏拉姆改變了之前的設計，改用了外部核爆加推板的組合。這份報告從數學上直接算出來了這個項目的可行性。那沒有燃燒室，連續扔核彈，沒有溫度限制，沒有功率限制，甚至磁電的設計也都是他們想到了。那這份報告就是獵戶座計劃最初的種子。同年7月18日，31歲的核物理學家弗雷德里克·德·霍夫曼創立了通用原子公司。這個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制作並銷售核反應堆。但是呢，光有公司和老板還不行，項目開展還需要一個懂技術、有抱負的項目經理。1956年，泰德·泰勒加入了通用原子公司，負責開發核反應堆。那泰勒之前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工作，也是核物理學家。不過呢，在那個什麼東西都追求大的时代中泰勒擅長的是做小炸彈，他的特長是爆炸成型，
簡單來說就是爆炸碎片定向往那裡飛的技術。小炸彈定向爆炸技術，有没有觉得這個专长特別適合核脉冲火箭的核彈設計？泰勒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期間接觸到了烏拉姆的核脉冲火箭設計。烏拉姆的這個報告都是絕密的，如果是普通人是不可能接觸到的。不過泰勒並沒有照搬烏拉姆的設計，烏拉姆的方案是先扔一個核彈，再扔一個單獨的推進劑圓盤，而泰勒的想法是把核彈和推進劑集成到一起，變成一個整體的脉冲單元。這個設計就更加簡單了，而且爆炸的定向推力更高，效率也要更高。但這個想法不管在什麼時代來說都是相当大膽的，能讓他們把理論實踐出來還需要一個契機。不過呢，這個契機很快就來了。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太空武器顯得無比緊張，而這僅僅是個開始。1個月之後，11月3日，蘇聯將一只狗送入了地球軌道。那狗都上天了，之後肯定就是人了。美國當時顯然是落後了，這就是泰勒等到的契機。泰勒認為是時候展現真正的技術了 ，MAGA 讓美國再次偉大。於是泰勒跟老板霍夫曼說了自己的想法，建議建造可以容納50名男女的核脉冲飛船。霍夫曼也是聰明人，當時美國那個背景下，整個國家都是恐慌的。那只要是能讓東西飛上天的項目，政府多半是来者不拒的。所以仅有34岁的霍夫曼絲毫沒有猶豫， MAGA 這個項目能幹。那有了老板，有了項目經理，下一步該幹嘛呢？並不是搞錢。這倆人不愧是科學家，他們一致認為，如果光是他們倆，大家肯定会認為這個項目是天方夜譚。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這麼誇張的項目都不能從他們的嘴裡說出來，他們需要找一個大號，一個足夠有影響力的 KOL。 於是他們想到了當時没啥事的弗里曼·戴森，對，就是戴森球那個戴森。我們就不細聊戴森这個人了，以後有機會我們單獨開一期。那大家只需要知道，戴森跟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共事過，絕對是最頂級T0級別的理論物理學家。那不愧是大科學家。據說泰勒在找到戴森的時候，戴森只用了30秒就心算出了這個項目的可行性。而且最重要的是，泰勒和戴森當時都認為用化學火箭完全是在浪費，於是戴森加入，他們要打造一個簡單、堅固、寬敞且非常經濟實惠的宇宙飛船。開頭那個理髮店的椅子就是戴森說的。獵戶座最初的計劃非常宏偉，飛船設計總重1萬噸，差不多是一艘驅逐艦的規模。不過跟化學火箭的區別是，這個大部分質量是能進入太空的。起飛的時候，它會以每秒1次的頻率向後拋射100噸當量的小型核彈，那連續爆炸產生推力垂直起飛。隨着速度增加，脈衝頻率會降低到10秒1次，但是脈衝單元也就是核彈會切換成2萬噸當量的大型核彈。垂直快速起飛呢，也是為了盡可能減少核爆產生的放射性污染。泰勒和戴森剛開始還制定了探索太陽系大部分區域的計劃。最初的獵戶座設計是需要2000個脈衝單元，遠遠超過地球逃逸速度所需要的能量。他們當時的座右銘是1965年登陸火星，1970年抵達土星，飛船內可以生活150個人，有效載荷可以達到數千噸。那獵戶座飛船會像遠洋貨輪一樣堅固，無需像化學火箭那樣一點點摳質量。他們甚至連經費都算了，開發周期12年，每年大約1億美元。不過這個數字是不包含支持宇航員生活的設備以及一些探索設備，那只是飞船本體的開發成本，簡單來說就是毛坯價格。那即便是這個數字估算的太少了，如果乘以20倍，也才240億美元，大致跟阿波羅計劃是差不多的。那當然，即便是每年1億美元，對於私人公司來說都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他們很早就意識到，想要項目真正能獲得進展，必須要有大錢進来。而這個錢找誰要呢？不是你想的那個 NASA 當時還沒有成立。1958年4月，泰勒向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 ARPA 做了匯報。那7月呢 ，ARPA 決定資助這個項目，每年提供100萬美元。58年年底的時候打了40萬美元，第二年8月又打了100萬美元。獵戶座計劃從這個時間點算是走上了正軌了，而獵戶座這個名字就是這個時間點確定的。但顯然從這個資助金額來說，這個項目在這個時期還是在小打小鬧。那他們最開始設計的飛船英文我不知道怎麼念，但是音譯差不多就是噗噗這個聲音的感覺，有點像是噗噗船那個意思。因為這個飛船的原型機也是噗噗上天的，
這裡我們稍微插一句啊，我在剪的时候发现这種噗噗的叫法應該是不對的，因為從這個飛行的測試聲音來說，它應該是噗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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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感覺才對，應該不是噗噗，而是噗特噗特噗特。對，他們最開始驗證的問題就是炸藥對鋁制推板的影響，這個就是當時的模型啊。當時呢，還有一個實驗很重要，就是物理學家劉易斯·艾倫做的這個實驗。這個物理學家我沒有找到具體是誰啊，因為這都是保密檔案裡的名字，可能是化名。但實驗應該是真的，就是在核爆的10米處擺放了2個直徑1米的鋼球，結果鋼球承受住了核爆的衝擊力，沒有融化。那側面反映的就是說，普通鋼材確實是能承受住核爆的，也算是對獵戶座計劃的一次驗證了。但其實這個實驗是官方秘密進行的，跟獵戶座計劃是沒有太大關係的。那1959年11月份，獵戶座團隊是有了一個比較大的進步啊，原型機搭載了6枚炸藥，飛行了100米的高度，這完全是可以證明這個方案是可行的，是真正能飛起來的。而且他們還發現了一些推板的設計技巧，中心應該更厚，邊緣更薄，這樣就能提高一些強度和重量比。那就當团隊有所突破的時候，年末出現了一個轉折點。AIPA 以國家安全為由，決定不再資助獵戶座計劃，也就是說，人還在，錢沒了。啥意思呢？就是國防部覺得這事太危險了，那沒辦法，沒錢可不行。泰勒又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國空軍上，因為國防部不出錢，至少這個東西是可以往武器方面靠的，空軍應該是比較感興趣的。那結果是空軍的意向不是很大，但最終還是接受了。不過空軍呢開出了一個條件，就是必須讓這個項目找到軍事用途。雖然空軍方面的領導覺得這群瘋子幹的事很牛逼，但如果沒有軍事用途啊，自己也是不好交代的。所以獵戶座計劃從這裡開始就有點變味了，把飛船改造成了太空武器平台，運行在極地軌道上。那初步的想法就是這樣的，它上面不光有能發射核彈的炮，還有一些防禦性的能抵擋導彈攻擊的炮。但是這個想法你有沒有覺得好像有點大材小用了？因為如果用衛星攜帶核彈頭，那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作用，也沒有比較新的技術突破，那終端制造也依然是個問題，只是平添了一種可能性的設計。而且這個設計還面臨了當時一個比較尷尬的點，就是美蘇已經在地球表面各個角落部署核彈了，那只需要15分鐘，他們就能打擊地球上的任何目標，那极地軌道武器平台顯得就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地面已經擺滿了，實在沒必要費錢去天上。獵戶座太空武器這個資料就沒有太多了，網上能找到的信息啊，差不多就是900噸的有效載荷。但是有沒有實驗，這個保密等級就比較高了。戴森在採訪裡說，其實是有不少研究的，但很多都不能公開。在1963年到1965年這個時間段裡啊，獵戶座計劃雖然是空軍資助的，但其實還是一直停留在可行性的研究階段。那國防部一直拒絕對這個項目追加投資，所以泰勒和戴森都非常清楚，想要制造出能飛的飛行器，就必須要找到能給更多錢且更具有想象空間的政府部門。沒錯，這次啊就是 NASA 了。那好消息是，正在為 NASA 工作的火箭之父冯·布勞恩对這個項目非常感興趣。那他建議獵戶座計劃放棄地面發射，改成土星5號的上級，等到了太空中再啟動核脈冲推進器。那這不就脫褲子放屁了嗎？那獵戶座計劃的推進模塊最大就只能設計到100噸，推板直徑最多就是10米。因為土星5號就這麼大，再大就沒辦法了。這樣推進器的比衝只能做到1800秒到2500秒之間。那這個推進器的最終模型就是這樣，推板有環形的氣囊和伸縮式的減震器。不過想把這個推進器送入太空，土星5號也得分批飛。那這個計劃就是8名宇航員攜帶100噸的物資，125天往返火星。這個飛船的有效載荷可以做到45%，而且飛去火星也不需要借助那個借助這個，直接徑直往火星飛就行了。那當時這個項目的估算大概是15億美元，但是戴森非常不開心，因為這麼做是極大削弱了獵戶座的優勢。因為如果改由土星5號發射，土星5號的火箭成本就已經占到了總成本的50%以上，而且飛船本體縮小太多了。那即便是冯·布勞恩是這個項目的鐵桿粉絲，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了這個項目一把，但是 NASA 高層這邊沒有官員同意這個項目，對，是沒有人同意。因為這個項目需要攜帶數百顆核彈飛上天，這個比核熱火箭還誇張的多了。
核熱火箭就是一個反應堆，這是幾百顆小型核彈，所以 NASA 高層把這個項目直接給否了。但是當時 NASA 其他的项目部門還是有一些感興趣的。那不过很快没有等到 NASA 的其他部门，压死骆驼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是先來了。1963年8月，核試驗禁止實驗條約簽署，獵戶座計劃直接受到了致命性打擊。因為根據條約，獵戶座計劃屬於是非法實驗。但其實當時還是有一線生機，如果說以和平為目的的項目是可以得到豁免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核實驗這個東西已經是無法得到政治支持了，而且獵戶座計劃從始至終都是機密項目，科學界和大眾鲜有人知。如果想在政治方面獲得支持，那必須要讓大眾知道這個瘋狂項目的存在。雖然獵戶座第二個項目經理南斯說服了美國空軍，在1964年10月公開了第一代飛行器的項目研究，但是 NASA 對這個項目始終還是保持非常謹慎，而美國空軍方面也沒有太多耐心了。空軍方面覺得，如果 NASA 不壓住，自己也就不跟了。於是這項瘋狂的計劃在1964年12月宣判了死刑。NASA 公開宣布不再為獵戶座計劃提供更多資金支持。隨後，空軍方面也宣布停止所有資金。至此，獵戶座計劃終止。7年時間，1100萬美元，就核熱火箭項目的預算零頭。阿波羅計劃預算零頭中的零頭。獵戶座計劃始終沒有倒在技術驗證上，而是倒在了大眾對於核的恐懼上。好了，那獵戶座計劃的故事就到這裡了。我知道大家看完這個視頻也是感慨萬千，有什麼想說的也歡迎在評論區聊一聊。我是覺得挺可惜的，就算沒有大的飛船出現，弄個小點的無人飛船去太空實驗一下可能性也是不錯的。戴森曾經也量化過，他估算4000噸飛船發射一次會影響全球大概1到10個人，還是有一定風險性的。不過如果能用到核聚變推進，比衝最大可以做100萬秒，那去到半人马做阿爾法大概就是40-50年的時間。就像我們前面说的，可以模擬地球重力加速度，這個飛船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飛船了，而是一顆移動的星球。好了，感謝大家能看到這裡，也感謝催更的同學，更要感謝充電的老闆們。我是1號，歡迎入櫃，我們下期再見。